大家好，如果我说山雨欲来风满楼，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人在倒霉的时候喝水也会塞牙，对于娱乐大瓜，一天一个已经不够了，一天两个才过瘾。而且现在的娱乐大瓜基本上都是见光就死，完全不是以前的吃瓜行为了，基本上都是砸瓜的行为了。因为瓜一旦爆出来，就是铁板钉钉的社会性死亡了，也就是简称的社死。也就意味着只要爆瓜，这瓜的主人就彻底歇菜了，被赶出了娱乐圈了。所以无论后天努力还是先天八字，意外永远都是来得最快的那一个，而好事通常总会慢半拍，或许压根儿就没有半拍了。对于娱乐圈这2天的大瓜，我除了震惊就是震惊，因为毫不拖泥带水的官方的仲裁和拍板的动作，让任何顶流都会面对抄家底、翻旧账、黑线索、黑材料等等的审核操作。因为网络是有记忆的，所以任何当下发红发紫的巨星红人们，都极有可能因为一张10年前的微博照片，或者3、4年前的微博言论，被拉出来打靶，拉出来示众，成为私德不好或者不够爱国的整风目标和打击对象。霍尊、张哲瀚都不是孤立的个案，一系列极其标准化的操作套路都展示出了这次娱乐圈整风运动的恐怖力度。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期待他们一生都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所以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这次雷厉风行的娱乐圈整风运动，足以让一个走过10年奋斗历程的顶尖艺人，一夜之间变成为一个销声匿迹的无名路人。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国家的制度赋予了这种快刀整治的裁决合法性和高度的权威性。或许你没有听说过1956年中国共产党推出的一项极其鼓舞人心的政策，也就是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是鼓励大家畅所欲言、针砭时弊。一时之间全国上下响应者众，结果完了。转年也就是1957年，所有敢言能言的人都被投进了深牢大狱。因为谁都想不到，原来这是一次精心策划、引蛇出洞的整风运动。毛泽东也在后来解释说，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现在这一整场因为吴亚谦所引发出的整个娱乐圈的整风运动，起初可大可小，似乎舆论的导向。然而现在的舆论导向似乎有越刮越烈、越吹越野的迹象和趋势了。这是一种相当高危的符号。首先，率先社死的霍尊，整个事件可以一分为二。通过陈露的爆料，他的确有渣男的嫌疑。然而2个人是情侣关系，9年变心就把霍尊定性成为了活该社死的渣男，的确值得说道说道。因为他并没有结婚，所以出轨一说有些牵强，私德欠费倒是实锤。而且他的变心注定也会有内在的因素和外在的因素影响。无论如何，2个人的恋情居然能够导致其中一人彻底社死，实在是让人有些不知所措。他的那一首曾经让我第一次听到就泪流满面、百转千回的卷珠帘，恐怕真的要成为霍尊一辈子唯一高光的绝唱了。那个同样为他泪崩的歌王刘欢，不知作何感想呢？或许也会有跟我一样的可惜的想法吧。我不想探讨2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因为注定都会有各自的说法和解释。我只想说的是，整个霍尊事件的时间点非常非常的蹊跷，
要知道，去年2020年，两个人就已经分手了，而且主角霍君在9月份生日的时候，一度表现得非常的萎靡，所以包括他的御用造型师在内的朋友们也都看在了眼里，都可以证明。结果去年的分手，在现在这个整风风暴的蹊跷时间点，突然之间爆了出来。在我看来，不是有高人指点，就是明显的圈内的受益了。看得出来，这次风暴的重点就是苍蝇老虎一起打，让巨星们个个都人心惶惶，那就好办了。作为官方定义的失德艺人，霍尊在这2天被光速锤死，可谓开了个2021年娱乐圈未审先判的先例了。这个先例一开，任何娱乐圈巨星、顶流艺人都避免不了被人从云端垂入到深渊的可能性。而且重要的是，这种可能性还是永世不得翻身的极端的那种。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您或许听完我捋一遍时间线就能看出端倪了。请留意一下，2021年8月8号，去年就已经和霍尊分手的这个国家2级舞蹈演员陈露，在微博公布了一张跟霍尊的合照，公开去示爱。当晚，霍尊陈露的恋情便登上了热搜，霍尊当时并没有回应，或许是因为早就分手了，所以他根本就不在意前女友的社死前的预警。结果2天之后，也就是8月10号的晚上9点，陈露发长文，曝光了他和霍尊长达9年的恋情，并披露了若干遭到霍尊冷暴力分手的娱乐的干货。于是乎，先知先觉的霍尊的老爸火风感觉形势不对了，赶紧在当晚，也就是11号的凌晨0点，迅速出手灭火。但是灭火失败，因为连他都被人连夜挖出了黑材料，完全堵住了他的嘴。跟着11号的下午，霍尊道歉，同时强调已经分手。然并卵的是，他的解释明显没有掀起同情的波澜。于是乎，24小时之后，也就是8月12号的下午，陈露一系列露骨的聊天记录被晒了出来。重要的拐点就在这个时间点出现了。新鲜热辣的聊天记录还没有发酵多久，下午4点38分，也就是官方机构的临下班的时候，中国文化管理协会网络文化工委就迅速拍板结案了。当事人霍尊对这份聊天记录的真伪，甚至都没来得及插上嘴说句话，就被光速射死定案了。接下来的就是一系列被扔进历史垃圾箱的后续的操作了，包括芒果 TV 的披荆斩棘的哥哥，官宣劝退了霍尊后续节目的录制，优酷真人秀全力以赴的我们同样官宣终止了霍尊的节目录制。更加诡异的事情又来了，重点再次出现了。这个爆瓜成功的陈露，在确定官方定调出台之后，以及霍尊彻底完蛋之后，迅速把当天发布的爆料文章设置了权限，彻底的封存。手足无措的霍尊当晚面对一地的鸡毛，只剩下哀叹了。他说，就在刚才，我失去了所有。这就是一出极度标准化、戏剧化的艺人社死的范例了，杀一儆百的味道几乎扑面而来。说到这儿，您看出来了没有？这一整套举报渣男的手续简直一气呵成，国家单位的拍板也完全是丝丝入扣，分秒不差，杜绝了任何渣男翻案或者自辩的机会和可能性。从最初的爆料到最后的封杀，从舆论的导向到最终的社死，完完全全都是杀无赦的狠辣做派，让人彻底的眼花缭乱了，甚至都还没来得及消化，整个案子就结案了，完全没有吴亦凡、杜美竹的来回的过招和磨磨唧唧。这证明了什么呢？
这证明了国家机器的斩立决的功能已经完全就位，轰龙启动了。从霍尊事件的整个时间线，我们不得不惊叹，整个事件居然前后不到48个小时，这就能完美完成了一次从举报到社死的全过程。特别高光的是，就是12号下午那一出一唱一和的绞杀大戏了，压根就没有霍尊反应的时间。这个小小的霍尊，在精密到秒的国家机器的编排面前，压根就想不到这场去年分手所引发出的风暴，居然会在今年姗姗来袭。而且风暴来袭的时候，自己已经困在风眼当中，动弹不得了。对比被风暴无情吞噬的霍尊，刚刚晋升顶流的张哲瀚，从云端失足堆路的惨情更是悲催的不要不要的。问题是，很明显他是被人从云端故意推下来的，整个过程人为操作的痕迹更加是明显的不要不要的，而且完全属于晴天霹雳式的突然袭击。张哲瀚事件对比霍尊事件影响面更大，因为他和赵丽颖、王一博都有过交集，特别是王一博极有可能受到直接的波及，打击面不小。从发酵的原因上看，这次猛烈批判和迅速射死张哲瀚，非常符合国家提倡的爱国主义教育。问题是，这次同样也不是抓到了现行，而是2年前的几张照片被抄了出来，这让整件事都显得格外的匪夷所思，心惊胆寒。有意思的是，这次是官媒人民日报出面，他在8月13号的下午4点38分，同样又是这个临下班的时间点，这个蹊跷相同的诡异时间点，拍板定案了张哲瀚的社死。被光速定成铁案之后，张哲瀚在1个小时之内紧急的道歉和反省。然而国家的定案都是社死的宣判，让张哲瀚的道歉掀不起一丝的水花。于是乎，张哲瀚道歉的同一时间点，所有张哲瀚的代言品牌，包括娃哈哈、且出、徐福记等等，都纷纷宣布结束跟张哲瀚的合作关系。如果站在上帝的视角去审视这一连串封杀社死的操作，仿佛显得那么的清晰、诡异和离谱。值得一提的是，张哲瀚所参演过的电影，也就是我曾经反复提到过的王一博所主演的《维和防暴队》，也迅速发表声明，跟可怜的张哲瀚划清界限，声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民族大义不容挑战。俗话说，有果必有因，请注意，所有罗织的罪证都是张哲瀚2018年以及2019年的照片。很明显，他的照片和言行都经过了层层的排查、筛选和严格的比照。因此，有关的举报人士成功翻出了几张他和某某神社貌似关联的蛛丝马迹，也就是照片背景当中那些包括大树形状、远处的招牌、建筑符号等等在内的各种辱华的成分。更夸张的是，张哲瀚从2011年就开始的读书分享，同样被有心有力、火眼金睛的网络审核员严格的审核过了。10年前的网络记录同样成为了搜索铁证的关键所在。想想也是后怕，哪位顶流没有出外旅游过呢？拍照过呢？留言过呢？赵丽颖、冯绍峰就曾一同结伴到日本旅游过，照片现在还在那儿。只要有心有闲的人士，黑心瞄准任何一位顶流的巨星，都极有可能在若干的照片当中找出存心辱华的成分出来，都能制造出国家直接出面杀无赦的严重后果出来。因此，可怜的张哲瀚实在是众口难辩，因为在爱国情绪高涨的中国，一个小动作便极有可能导致灭顶之灾，更何况去跟一些日本人合照呢？在如此严苛的审核条件下，张哲瀚
原本貌似情有可原的辩解，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苍白无力的狡辩了。他说，在各地旅游时，我喜欢随意拍照，在拍照时对入画内容的不谨慎，严重伤害了国人的感情。对于他的这种解释，您觉得他该被杀无赦吗？欢迎您在评论区中留下您宝贵的意见和心语，因为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把尺，我相信您的判断同样值得被尊重。我真的有些小感慨，因为作为一个走马观花的忙碌的艺人，走到哪儿拍到哪儿，原本情有可原。或许谁都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自己开心发布的某些旅游的照片，会成为了日后被人秋后算账的物证和铁证了。这次张哲瀚3年前的照片被有心人士大量翻出和打脸，并最终定性为某某神社的拜鬼的嫌疑，反映出了当下娱乐圈的整风运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加速度的快很准的行动规范了。回到张哲瀚那个2019年的场景，他是受邀参加了朋友在乃木神社的婚礼。问题是，那又不是他自己个人的婚礼，人家在神社结婚，他发个照片，结果2年后被躺枪，成为了赤裸裸的卖国贼。这个时间点毕竟太蹊跷了。2年前，为啥就没有人及时指出他的卖国行径呢？是不是因为他最近太火了，顶流了，所以才会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风暴的中心和社死的靶子呢？甚至他和其他顶流合作过的电影，是否应该继续深挖一下黑材料呢？是否应该一起拉出来打靶呢？或许还能扯出其他更大的瓜呢？总体感觉国内的举报机制已经在疯狂发酵了，以后很多的意外都会发生。网络是有记忆的，明星顶流以前不经意发的图，都极有可能成为卖国叛国的铁证。一张无形的天罗地网已经落了下来，任何人都无法幸免，任何的举报都会产生巨大的涟漪。即便清者自清的人，恐怕也容易被人翻出以前旅美旅日的各种照片出来，被人反复的放大和解读，想想也是胆寒。最后，我个人有4个私人的建议给岌岌可危的各位顶流，包括娱乐圈清流的赵丽颖和王一博。第一，就是远离微博。我早就说过，微博就是造谣滋事的大本营，没有之一。如果国家政策这次真的要清理所有涉嫌或疑似的有影响的名人，那么绝对可以吸引大量投闲置散的黑心黑粉群起找事儿，兴风作浪起来。因为不少人没钱但有闲，所以在娱乐圈整改的风暴下，如果风向跑偏了，黑粉就会得势了。第二，就是小心交友，因为交友不慎，不仅会让合作过的项目9成9会完蛋，更会被连坐影响。霍尊案已经为大家严重的提了个醒，也就是说，任何爆瓜都是铁案，不仅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社死令当日即生效之外，更会连霍尊合作过的人都会被连带一道审查。第三，少得罪人。实际上，举报霍尊的陈露手头上还有大量霍尊财务上面的搞臭证据，好在陈露念情念旧，没有痛下杀手，赶尽杀绝，否则霍尊必然是人财两失，因为私德问题社死足矣，加上财务黑点，那就是分分钟都要坐牢的了。第四，保持低调。张哲瀚最近就是因为资源太好了，风头太劲了，所以被对头盯上了，所以对手通过挖黑图买黑料的方式，成功的把他推下了云端。从品牌到电影，张哲瀚都被统统一刀切的解约了，压根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实在是太惨了。而对于维和防暴队的制作方，同样也是欲哭无泪，因为影片已经拍摄完毕了，后期
要么将张哲瀚的戏份彻底删减掉，要么利用 AI 技术换头处理。总之，制作方损失惨重，来年上画与否也是很大的一个问号了。对于这出戏的里面那个辛辛苦苦用心演戏的王一博而言，同样也是无妄之灾。总之，这个社会讲究一句名言，也就是爱国不彻底，就是彻底不爱国。一切的偶然都存在着必然，成名的背后都深藏着某种不可抗的危机感。顶流明星们且爱且珍惜吧，因为某张照片、某句话都极有可能让一个顶流彻底的失踪。无论他已经奋斗了10年还是20年，无论他八字命数有多强有多硬。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特别期待于伟夫妇王炸 CP 在今年2搭之后能再次联手野蛮得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已经证明了都是可以达成心愿的巨大的能量。即便您天天都感觉不到，但这些慢慢汇聚起来的能量都是足以改变未来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带来满满的惊喜和满足，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钟情和喜爱的人。未来很长也很短，珍惜它就请保护它，爱它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